早上，我是 Alan， 要去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温泉，这个温泉也非常有名，享誉国际啊，就是在太鲁阁的文山温泉。文山温泉呢，曾经我有小小的拍过，但是没有把它拍得很详细，因为它的资料非常多，又在花莲很远啊，离我们高雄，当时就是比较随手拍，这一次就好好记录一下。然后我每年呢都会选一些我觉得非常好的野溪温泉去探访，因为野溪温泉它就是没有规划的嘛，每年的状况都不一样，只要好的我就会想要去把它做记录。文山温泉今年特别棒，棒的原因是因为文山温泉它每年的温度不一样，有时候会太烫，会不好泡。听人家说今年的温度降下来一点，会比较适合一般人泡在里面。另外一点是文山温泉本来的喷水点就只有大概1-2个，但是今年变成好几个一起喷出来，好像去那种 SPA 馆那种温水冲在身上的感觉。文山温泉呢，其实从日本人还在的时候就做了详尽的记录，所以它有文字记录的时间非常长。台湾温泉鹿头资源网的前辈，敬爱的前辈小博前辈，当时有写了一个很详尽的文章啦。我今天讲解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它上面的一些文字，也上网找一些老照片，让大家更了解这个文山温泉它过去的样子。太鲁阁现在这边会有管制，我们在等放行，然后现在早上快要10点了，还有10几分钟。好，那管制时间可能也快到了，我去跟我的队友会合。我们开进来，过了天祥以后，再没多久就到这个泰山隧道旁边的停车场，就是要去文山温泉的停车场，紧绷大概10台，走吧，大概10分钟就到了。现在是228连假的最后一天，我们昨天用2天的时间去了花莲的二子山，今天来一个轻松的。由于昨天庆功宴就是很开心，喝了2罐冰结，刚刚头痛，所以头痛爆，我不要装可爱，所以我现在才出场文山温泉。好久没有来了，花莲必来之一。你出现了我刚才已经开场过了，我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了。想我吗？大家小心头。梦璇不用小心。哥。今天要前往的文山温泉位于太鲁阁族旧部落托布拉社的下方大沙溪溪谷间。托布拉在太鲁阁族语便有温泉的意思。可见原住民早就知道这处温泉了，只不过对于文山温泉做出正式记载的还是日本人。1914年，日本人发动了太鲁阁战争，以悬殊的军力及火力打败太鲁阁族，正式打开了过往一向神秘的利雾溪流域。同年，日本人在托布拉社下方发现了温泉，于是便以队长深水武平次少佐之姓命名，称为深水温泉。这便是文山温泉的首次发现记录。那个穴在出水怎么说？洞穴在吗？战后1967年，国民政府把附近的地名塔比多改为现在大家熟知的天祥，深水温泉也用文天祥的号文山改为文山温泉，但文天祥根本没来过台湾啊，很奇怪吧？风险自负哦，应该有，没有不给过，就是风险自负。搬过来以后，国家公园就没有责任了，风险自负，可以吗？可以。好了，不要讲那么多了，反正就风险自负。下切到温泉的路一年比一年滑，没有一定的户外经验不适合前往。在这里，坠落与落石的风险都是致命等级的。没有做好为自己负责的决心，不适合前往，也不适合不做功课、不看天气、不了解风险、放呆跟风观光旅游的人，会等着上新闻。还好吗？刚是不是年纪大了？我怕高没有，是今年变更难了。为什么啊？就它越来越崩啊！这里没有绳子，我要踩。到溪底了，可以看到以前的设施残骸。文山温泉以前是著名的温泉景点，设施完善，曾是全台独有做过妥善开发的野溪温泉。当年文山温泉的完全体依水温级功能分成3个区域，一个是水温较低的亲子戏水池，再来是水温较高也较深的泡汤池，最后是水温最高
靠近路头的蒸汽池，但以上都已成往事。2005年4月3日下午，文山温泉发生土石崩落意外，多名泡汤游客被击中，造成憾事，文山温泉勒令封闭。2011年，封闭于6年的文山温泉，在当地观光业者的请求下，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宣布重新开放，但只维持在日治时期所发现原有野溪温泉的形态，不再对温泉做任何开发。这个新闻都找得到，前往主路头的路也不容易，可以看到一旁大沙溪溪水湍急，没经验的掉下去一定重伤，不要来。来，走过来了，好，里面现在很多人，好，进去看看，今年最棒的 SPA 来了，小嘎，太看了吧！温泉的主路头就是这个大理石浴室，这里给人的印象是温度极高，泡不下去。但其实水温每年都有在变化的，从我第一次来到现在10年间，有遇过刚刚好的42度，也遇过很烫的46、7度，要硬忍才能待上30秒。另外这里水位也会有变化，有一年甚至直接干掉，大家泡都不用泡。这次前来可以说是温度跟水位都处于一个完美的状态。可以看到温泉的高层比往年高，喷出口多，水量大，表面的温度在43到44度之间，不会到受不了的程度。我是说对我来说，温度最高的地方在正中间脚下，来到46度。如果要全身泡进去，这就很挑战咯。如果觉得主路头太烫也没关系，靠近溪边的温度也是很够的，冷热交替，小心不要被冲走就好啦。今天天气很好，看着美丽的大沙溪溪谷，让我想起日本时期的老照片，现在在网络上还能搜寻到不少。这里分享几张。首先是一张修复后的经典照片，面对溪流的上游，左侧有一座显眼的凉亭，溪流的两侧及中间的桥梁都有站人，这座桥现在已经不在了。当时两岸都有温泉路头出现了。另一张由鸟瞰图绘师吉田出三郎画的台湾8景之一太鲁阁之灵泉，就是在说现在的文山温泉。可以看到温泉池有2处，比较上游的是现在泡汤的地方，下游目前没有发现温泉踪迹。另一张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张花莲港高等女学校的学生参观深山温泉。感兴趣的不是女学生哦，是这张照片是少数从上游往下游拍到凉亭的照片，也能看到像是温泉池的样子在学生旁边。最后这是少数有一群人及完整温泉池的画面。温泉浴池在面对上游的右侧，我猜这里应该就是现在下到溪谷设施毁坏的地方。以上就是网络上找到的一些老照片，其实还有很多，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有趣又奇怪的是，以前叫深山温泉的时候，这里的老照片不少，反而战后改叫文山温泉，找不到温泉的画面，只有在小博前辈的部落格看到这张60年代的照片，但是没有温泉。如果你有这个时期的画面，欢迎到 Facebook 跟我交流，我也很好奇6、7、8、90年代文山温泉的样貌。好的，我们结束了这一次文山温泉的探访行程很开心。那文山温泉的味道其实蛮重的，每次回来以后，身体要洗个2遍，衣服也要洗个2次，味道才会散去。有些人觉得很好闻，我就觉得还不错。拍文山温泉跟回来在剪辑的时候，我心里都蛮挣扎的。这是一个会被大家争论的地方，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意外。每次只要分享文山温泉，下面就会有几种不一样的留言出现，所以这就是我挣扎纠结的地方。我干脆在这里预判大家会出现的留言，一次讲清楚好了。第一个就是常常会有人问说，这里不是禁区吗？用提问的方式还比较好。有些人会比较激烈，禁区你还拍啊？我的看法是，这里不是禁区。
也确实不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进入文山温泉的画面的时候，这里就是写风险潜在地区，责任自负，大家注意安全，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们也来看一下近年来的报道好了。前一阵子有一个70岁的老翁在泡汤的时候，疑似心血管疾病就回天乏术了。在这一篇报道的最下面呢，是有一段话的哈。这个记者有去问太管处天祥管理站的主任，主任表示呢，因应行政院开放山林的政策啊，民众有亲近山林的权利，且文山温泉恢复国家公园成立前的野溪温泉利用模式，无法完全禁止游客使用温泉公共资源，只能在周边加强设置警示牌，呼吁自行评估风险后再入山。觉得这段写得非常好，并不定期派员前往提醒民众注意安全。最后5个字，但不会开罚，所以它不是禁区。第一个留言我就这样回复好。下一种留言就可能说了，网红就是蹭流量啊，然后不懂得低调。我也知道，确实，以现在来说，我觉得在2018年以后，网络爆炸以后，现在走户外的人、去秘境的人，能够得到资讯的管道这么多，资讯量这么大，已经没有所谓的低不低调的事情了。Facebook、IG 打上文山温泉，甚至 YT 的短影音打上文山温泉，一大堆的影片，但是比较少人像我这样用一个专题的方式变成一个长影片，就会下面比较多的留言跟讨论，或者是被拿出来鞭策、抨击、炎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啊，已经没有所谓的低不低调的问题了。长影片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想要把我这10年来到这个地方看到的一切经验、它的变化，还有跟以前的前辈精心整理的资料带给我的观众分享出去，让他们知道台湾有这么美好的地方。这也想到近2年来，我听到一句前辈的话，影响我蛮大，而且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哇，真是太有共鸣了。就是如果你还觉得一个秘境是不需要被公开的话，那我们永远都不会进步。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好隐藏了，好低调了。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都会公开了，那这个地方要面对的问题去怎么解决？如果都只是压着鸵鸟心态的话，不解决问题的话，那大家都不会进步。最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人问我说，那文山温泉的问题怎么解决？到底要公开还是不公开？我个人的想法，我是觉得现在的做法就是非常好，太管处的做法。我2022年的时候就拍过文山温泉，但我只是占我影片的一小部分。我那时候就大力的赞扬太管处的做法，让它恢复野溪温泉的状态。责任自负，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棒的。但是我们还可以再多做一点，这多做的就是教育，加强对民众的教育，加强资讯的传达，要告诉大家这里真的很危险，有坠落跟落石的风险，而且是致命的。责任自负，想好了再去，不要开旅游团，大家傻傻的去。它可以很难，我也愿意以后它变得很不好下去的时候，我全副武装，带着头盔、救生衣、溯溪鞋。甚至绳索，我都觉得这是很 OK 的事情，我愿意。但是不要用很多很奇怪的理由跟网络上的情的舆论压力，让我不能去这个地方。这就是我最后想说的。影片的最后呢，推荐这一本书《台湾秘境温泉》。这本书大概是台湾野溪温泉写的最好的书了吧？应该是。作者陈柏纯就是刚刚影片里面一直提到的小博前辈。我到现在去探访每一个温泉之前，我都还会去他的部落格看他以前写的文章，然后再翻翻这一本书，有没有什么地方我遗漏的，或者是我可以放在影片带给观众的。在这一本书里面呢，有一段自序，作者自己写的，稍微念给大家听一下。这本书的出版或许能当作是我替这10年来台湾45处重要温泉所留下的一份书面注记，定格影像。是尝试接续台湾温泉历史文化的一小段篇章。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我揣测作者也认为野溪温泉是一直变化的。那他在这10年间看到的，就是留下来给未来的我们看。然后我在猜测，他这10年大概是2005到2015这左右，这10几年。若是多年后不经意翻阅此书的读者能有上述的感受，能因此书引发更多温泉与户外活动同好者在泡汤之余对温泉的别样情感，就像是我在灯下审视日据时代所留下来的珍贵温泉老照片那般，那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看到这边我真的很感动。小博前辈呢，天妒英才啊，在前几年先离开我们，那他
现在在比较有高度的地方，如果看到2018年以后，甚至是在疫情以后，现在走出户外到达野溪温泉的人，大概是他当时那个年代的20-30倍以上。而且大家这么重视野溪温泉，也会看他的书，去看他的部落格，我相信他会是非常开心的。讲到我都要哭了。那这就是这一次文山温泉的分享，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如果你也同意我的一些看法的话，再帮我分享。就这样，我是 Alan，下次见。